你有冇諗過點解人總係有腳開始老？點解過咗70歲明明身體冇大毛病就領航去廁所都變得艱難？你有冇見過嗰種老人家半夜扭夾醒咗，想起身腳一踩落地痛到飆眼淚，想快啲，腳佢好似關咗欄咁重，兩隻手要死命撐住床邊，竭力將個身體托起，然後扶住牆摸住門框，一步一步向廁所拖過貨。好唔容易歪到門口，先發覺自己實在行得太慢，條褲已經濕咗一步。你試過呢種滋味未？如果你從未試過，真係要恭喜你，但我敢肯定，如果你而家60歲或者65歲仲成日坐喺度唔喐，呢個畫面遲早會輪到你。我唔係教導你，我只係見過太多人就係咁樣一步一步行入廁窗嘅處境，個個都以為自己唔會咁倒霉，個個都覺得嗰啲係人哋嘅事。結果喺退休之後，喺無依無靠嘅時候先至猛然驚醒。我見過一位住喺慈雲山嘅長者，住喺公屋，日日行斜坡行咗40幾年，身體好硬，正58歲退休，成個人精神都不得了，行幾層樓梯面不改用。到咗62歲嗰年，有一朝起身，腳板一踩落地，痛到飆眼水。個心中安慰自己年紀大咗嘛，好正常嘅，煮魚頭有水，怕痛就唔去想，越唔想肌肉就越萎縮，關節就越僵硬，由最初腳板痛到後來要用拐杖，再到坐上輪椅，前後唔夠2年。我最後一次見到佢嗰陣，佢被護理員推出嚟曬太陽，佢捉實我隻手，眼淚係咁流。我當年就喺度諗，只係一個腳板痛，點會搞到未到70歲就要坐輪椅？後尾被屋企人送咗去天水圍嘅護理院，一個月都未必有人去探一次。你想過咁樣嘅晚年未？仲有一個例子，一位退休嘅司機68歲嗰陣仲係龍精虎猛，每日朝頭早去海灘公園行一個圈，夜晚同班老友去茶餐廳食宵夜。有一次喺街市門口被後生仔撞跌，天青個關節骨裂咗，要做手術，做完手術醫生千叮萬囑，一定要做物理治療，要落床行。如果肌肉萎縮咗，關節就會黐連，以後想愈都愈唔到。佢就話得啦，我自己知噶啦，怕痛又怕攰，仲同人講後生仔跌一跤，過幾日就好噶啦。結果呢3個月肌肉萎縮，關節黐連肌力歸零，半年之後連房門口都出唔到，日日對住個窗望住下面啲人行嚟行去，眼淚自己流落嚟。佢老婆同我講，佢好後悔醫生教嘅康復動作冇堅持去做。佢話如果可以翻轉頭，幾痛都會死頂住行，但係呢個世界冇得翻轉頭。睇下呢兩個人有乜嘢共通點？佢哋冇大病冇嚴重，因為就係怕痛怕攰唔喐，就呢3個字就將一個行得喐嘅人變成輪椅上面嘅忽略。所以千祈唔好同我講我而家仲行得喐冇事嘅，就係因為你而家仲行得喐，你先至要更加警惕。如果你而家行唔喐，代表你身體已經出咗大問題，到時睇乜醫生都冇用。講到底，點解人老對腳最先出問題？你如果問西醫會話你隻肌肉流失、關節退化、軟骨磨細，講到頭頭是道，但好少同你講最核心嘅觀點。你今日對腳嘅狀況係你過去幾十年每一步每一餐飯決定出嚟嘅，你將來對腳會變成點樣，係由今日開始每一步每一餐飯決定出嚟嘅。呢個道理西醫好少會同你講，因為西醫嘅思維係有病先醫，冇教你點樣喺未病嘅時候就防住。我要同你講一個好緊要嘅觀點，身體就好似張床，你幾時見過一張床係床頭先爛嘅？一定係床腳先出問題，床腳俾蟲蛀俾水浸，然後上面先會跟住爛人嘅身體都一樣，你嘅腳就係嗰張床嘅床腳，腳壞成個身體就會跟住冧。你諗下，你成個人由上到下嘅重量全部砸喺2塊腳板、2個腳板底、2個膝頭哥上面。你話俾我聽，如果你嘅膝頭哥出咗事，上面仲可以好得到邊？當你下盤唔穩嘅時候，千祈唔好死衝，猛幹要更加細心趕行，每一步都要踏實，唔急唔皺。你知道有幾多老人家明明對腳已經開始退化，仲死撐去行山，唔用拐杖，唔扶欄杆，結果一跌就骨折，一骨折就永遠行唔返。接住落嚟，我要同你講3個養護方法。呢啲唔係我發明嘅，係好古老嘅智慧，只不過到咗呢個年代，俾廣告同保健品洗咗腦，忘記咗最根本、最平、最有效嘅方法。第一個，黑芝麻。你可能覺得黑芝麻好普通，甚至乎有啲老土，但佢嘅價值就係藏喺果蔬入面。黑芝麻係養護整臟非常強嘅一種平民食物。喺中醫嚟睇，你對腳嘅關節、你嘅膝頭哥、你嘅腳板、你嘅腳趾，全部都歸個緊管，正氣充足，骨髓就保穩，關節就靈活。
真系虚咗，骨髓就萎縮，對腳就好易出問題。而黑色入症呢個係中醫講咗幾千年嘅道理，現代營養學都驗證咗。黑芝麻富含鉰質、鉭質、維他命 E 同健康脂肪，呢啲全部都係骨骼同關節必須嘅營養。緊張嘅特性係收藏儲存，黑芝麻就好似一口心井，幫你嘅身體儲存精氣，將能量向下收，去滋養你嘅對腳。唔好指望今日食，聽日就見效，冇咁神奇。但如果你堅持食1年、2年、3年，你對腳嘅狀態會同同齡嘅人拉開好大一段距離。同你講一個真人真事，有一位住喺長沙灣嘅長輩，今年80幾歲，由60歲退休開始，每日朝頭早一碗黑芝麻糊，雷打不動。佢係自己磨自己煮嘅，黑芝麻要先炒香再磨，磨嗰陣加少少白米一齊磨，煮出嚟又香又滑。80幾歲啦，日日由長沙灣行去深水埗街市買餸，仲可以左右手各拎一袋餸，行上5層樓梯。佢住嗰度係舊式樓冇嘢㗎，樓下看跟見到佢都話佢仲好行得過。後生仔，佢唔係天賦異稟，唔係食咗乜嘢仙丹，就係靠黑芝麻養足嘅精氣，精氣養足咗，對腳就有力。你如果嫌日日整黑芝麻糊太貴，可以煲湯，去雜貨鋪買不筋黑豆，去藥材鋪買急救陳皮，加一撈瘦肉或者豬骨，煲2個鐘頭當湯水飲，一個禮拜飲2-3次，堅持3個月，你會發覺行樓梯冇咁喘氣。堅持半年以前行10分鐘就酸軟嘅腳，而家行半個鐘都頂得住。再淡啲嘅，去糧油鋪買黑芝麻粉，好多鋪頭有燕巢現磨嘅，每日8一羹，用暖水沖開，唔好加糖，就咁原味飲落去已經好有用。但要記住一點，黑芝麻一定要熬碎或者磨碎，先可以咳嗽你請辣吞落去，佢就請辣屙翻出嚟，等於冇食。第二個方法，新鮮淮山，我講嘅係新鮮淮山，一條條賣嗰種，唔係藥材鋪嗰啲堅淮山片。呢兩樣嘢係兩個層次嚟㗎。新鮮淮山有一種獨特嘅黏滑汁液，講白啲，呢啲黏液就係你關節嘅天然潤滑劑。你個膝頭哥點解攞個聲？點解行樓梯覺得閃緊？點解踎低起身覺得好費力？好多時候係唔夠潤滑，係關節之間嘅滑液減少咗，軟骨摩擦力大咗。新鮮淮山就係幫你身體補充製造潤滑劑嘅原材料。有一對住喺公屋嘅夫妻，2個都70歲，太太好中意煲湯，一個禮拜最少煲2次新鮮淮山湯。新鮮淮山拍皮切斷，加瘦肉或者魚，煲半個鐘頭，清甜到你唔捨得放低溫。呢對夫妻每日朝頭早一齊去公園散步，行1個鐘頭，面不紅氣不喘。同期搬入去嘅街坊好多已經揸住拐杖或者坐緊輪椅，佢哋嘅分別就喺廚房嗰一煲湯度。新鮮淮山點樣用3種方法？第一，煲湯加瘦肉或者魚，清甜滋潤。第二，切片同飯一齊煮，煮到南晒慢晒當主糧食。第三，最難嘅細件切斷，加水蒸15分鐘就咁食，連調味都唔使，天然嘅味道就好好食。夠1個月，你行路嘅時候會感覺到一種新嘅順滑感。第三個，合桃，合桃嘅樣就好似一個微型嘅腦，可以確實係補腦嘅。你可能會問，對腳關個腦乜嘢事？你如果咁樣諗就錯了。中醫講整足骨生髓，以腦被稱為髓骸，你個腦髓，你個骨髓係同一條水路嚟噶。補腦就等於補髓，補髓就等於養骨。呢個唔係亂吹㗎，係中醫嘅核心理論。所以合桃唔單止係補腦，佢對你全身嘅骨骼，包括你嘅膝關節都好緊要。合桃代表一股向上生長嘅剛勁力量，幫你身體補充呢股剛強嘅能量，令你有氣力撐起自己行路。好多人覺得合桃油分好豐富，會唔會太富？但正係呢啲優質嘅油脂可以滋潤你啲筋膜，令佢哋保持彈性。你知唔知點解有啲老人家夜晚瞓覺小腿會抽筋？除咗電解質流失，好多時候係筋膜太乾，冇晒彈性。你每日食幾粒合桃，筋膜就會慢慢恢復彈性，抽筋嘅情況就少咗。最理想嘅食法係將合桃同黑芝麻一齊磨成粉，每日朝頭早用暖水沖一杯飲。黑芝麻補腎，合桃補腦養髓，2樣加埋嘅效果唔係1+1等於2，而係1+1等於3等於4。我聽過一位住喺屯門嘅長輩，75歲，開始嗰陣上樓梯都好吃力，要扶住欄杆慢慢拖。後尾聽咗呢個方法，買咗一包黑芝麻粉同合桃，每日堅持食4個月之後，佢興奮到同人講：知唔知我今日做咗啲乜？我由屯門市中心行去屯門公園，再行去黃金海岸嚟，回行咗好幾個鐘頭。返到屋企先發覺我全程冇停低休息過，我自己都唔敢信。呢個就係身體嘅修復力。你身體一直欠缺某啲營養，你補充翻嚟，佢自己就會修復人嘅身體。只要你俾啱條件，佢嘅治癒能力強到你唔敢信。講到呢度，我要停一停，講一段好現實嘅說話。知唔知而家有幾多商家係靠嚇老人家嚟發達嘅？
大海电视收音機度度都係保健品廣告，咩嘢南米其實日本專利，1個月修復關節，3個禮拜止痛消炎，全部都係擴大實實嘅。佢哋揾個着西裝嘅人出嚟拎支試管，隔離擺台顯微鏡，用一堆你聽都未聽過嘅複合名詞，令你覺得哇呢個產品好犀利喎。然之後呢，一盒過1000蚊，1個月份量，叫你一次過買3個月呢啲錢，可能係老人家2個月嘅生活費。我親眼見過一個住喺黃頭坑嘅婆婆俾人遊說，買咗一堆所謂納米膠原蛋白，話食咗膝頭會好轉，結果食咗前年膝頭依然痛，錢就使晒。知道對一個每個月得幾千蚊生活費嘅老人家嚟講，嗰筆錢意味住乜嘢？嗰啲係佢死慳死抵存落嚟嘅棺材本，過年都唔捨得使，結果俾人呃走。佢喊住同人講，我以為買咗之後就唔會再痛，我以為終於有人明白我嘅痛苦，原來你只係想呃我嘅錢。所以我一定要同你講一句好老實嘅說話，最好嘅嘢永遠都唔係去藥房買，去直銷公司買，去網購平台買翻嚟嘅。最好嘅嘢就喺街市，喺糧油鋪，喺你個廚房入面，黑芝麻一根幾十蚊，食到成個月；新鮮淮山一條5蚊10蚊就食到2餐，合頭貴少少，但一日3粒5粒，一根食到成個月，加埋使費唔多，每日使幾蚊雞咋。我哋未必個個都有錢。但係我哋可以保住自己對腳，保住自己嘅自由，保住自己嘅尊嚴。老人家有少少病痛係自然老化嘅一部分，你要學識接受。有少少唔舒服就諗住去買幾千蚊嘅保健品按摩器保健床對。你老老實實由最基本嘅飲水開始調理身體，身體自然會同你配合。好啦，飲水講完，我要同你講運動。如果食得再好都完全唔喐，都係白費㗎。但我講個活動唔係叫你去跑馬拉松，唔係叫你去健身室舉鐵，你呢個年紀唔應該做劇烈體力運動。邊個叫你就去跑步深蹲？呢個人係蠢定係壞？你諗下，膝頭哥已經用咗70年嘅摩擦，70年嘅負重，你叫佢而家去跑步去深蹲，你係咪想快啲入院換人工關節？我每次見到有啲所謂健身教練教老人家做劇烈運動，我就好扯火。呢班人自己係精壯嘅年紀，佢哋唔明一副用咗70年嘅膝頭係咩感覺。老人家運動嘅原則只得2個字：溫和，唔好同自己嘅身體對抗，覺得攰就停，覺得痛就收，順住關節嘅自然方向活動，唔好亂咁拉扯。最安全最有效嘅運動就係行路，行路睇落好簡單，但每一步都係操練你全身嘅骨骼、肌肉同平衡力。只要你每日堅持行，你對腳就會保持力量。有一個住喺青衣嘅朋友，70歲退休之後，同自己定下一個目標，每日行8000步。8000步聽落好似好多，但其實可以分開幾次行。朝頭早去街市買餸來回3000步，晏晝去公園行幾個圈2000步，夜晚食完飯去散步3000步，分開幾次行，一啲都唔辛苦。今年成80歲咯，仲可以跟住旅行團由朝玩到晚。8000步唔係重點，重點係每日呢2個字，持久比強度重要1萬倍。你每日行1000步、2000步，只有你日日都行，你對腳就日日都有用勁，肌肉就唔會流失，關節就唔會僵硬。你1個禮拜先行一次，行到身水身汗，然後攤喺床幾日唔愈，咁樣對腳有乜嘢用？行路要踏實，每一步都腳踏實地，唔擠唔臭，唔好攤壞。出街嘅時候揀條平坦嘅路，這對鞋帶防滑嘅鞋，有需要的話揸支拐杖，唔好覺得揸拐杖好丟架。我見過好幾個老人家，明明行路已經搖搖晃晃，隨時會跌，死都唔肯揸拐杖，怕人羞愧咯，怕人睇唔起。我同你講，呢種諗法係最蠢最無謂嘅。你為咗一時嘅面子唔揸拐杖，結果一啲啲斷關節送入醫院做手術，然之後你世都行唔返，啲仔女又輪流請假去醫院陪你，餵你食飯，幫你揾片。我問你，人哋見到你揸拐杖丟架啲，定係人哋見到你太床等人幫你躺屍丟架啲？你要分清楚面子係虛嘅，對腳係實嘅。老人家嘅根基喺腳，認清呢一點，你就老老實實去保養對腳，咪死撐咪死頂。要安定自己嘅心態，唔好俾人哋嘅眼光影響你做正確嘅決定。最後我想同你講一個更深層嘅問題，唔知點解有啲老人家明明身體冇乜大病，但好快就衰退得好快，行得好快。你睇下啲屋村入面有幾多個單位係全年累月窗簾襪冚大門唔開嘅。單位裏面可能住住一個老人家，由朝到晚對住部電視機，唔出門，唔見人，唔講嘢。表面上會講理由係對腳冇力怕行怕跌，但最深層嘅原因係可能佢覺得自己已經冇用，冇人需要佢，冇人理佢。啲仔女大把年先嚟一次，
一年先翻嚟食3兩餐飯，朋友一個接一個咁走，今日先至去大酒店送走一個下個禮拜，又有一個入咗醫院，每日朝頭早擘大眼四周靜英英，起身做乜嘢啦？倒不如繼續拖喺度啦，拖下，佢對腳就廢咗。呢個唔單止係身體嘅病，呢個係心嘅病，而心嘅病比身體嘅病更加難醫，更要命。我是一個住喺牛頭角嘅老街坊，退休之前係個精神到不得了嘅人，同人鬧交可以鬧贏幾條街，也話頭醒尾。退休之後，以前隔班同事各有各忙，啲仔女又全部搬開住一年，見唔到幾次。佢開始變得死氣沉沉，由一夜出門變成個月出門，由一個禮拜出門一次變成一個月出門一次。佢嘅生活軌跡由前個香港縮到去屋村範圍，再縮到去佢間房4幅牆。互動範圍由行山去街市去茶樓，瘦到一張床一張書畫。5年之後，一個行得走得嘅健壯人，變成一個連自己起個身都冇力嘅人。你話佢有病咩？醫生檢查過晒，乜大問題都冇，唔係病係孤獨。有句說話我好中意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太陽每日運行，每日都升起，從來冇偷過單。你嘅自強不息係咩？就係每日都要逼自己行出嗰道鐵板，每日都要同你嘅世界保持住連結。就算只係喺老街行一個圈，就算只係去公園坐一個鐘，同啲老友記傾幾句偈，你都有出去。千祈唔好將自己困喺屋企。你困住嘅唔係你個人，你將你個心、你對腳全部困死晒。被困死嘅心會令你失去生活嘅動力，被困死嘅對腳會令你失去行路嘅能力。有一個住喺沙田嘅婆婆，78歲，老公走咗10幾年，啲仔女各有各頭家，佢一個人住。有一年冬季，啲仔女話要翻嚟食飯。佢開心到前晚瞓唔着，提早幾日就開始準備，自己去街洗新鮮雞，自己拎住2袋餸行翻嚟，自己洗，自己切，自己煮，自己煲湯，自己蒸魚，由朝頭早6點做到晚黑6點，足足忙咗12個。中仔女翻到嚟，見到成台都係媽媽親手煮嘅餸，個個都好開心，好感動。呢個婆婆靠咩做到呢件事？唔係靠咩補品，係靠佢對仲行得嘅腳，對腳仲行得，佢就可以親自去街市，親自入廚房忙12個鐘。親自煮一餐飯俾仔女食，你以為佢煮嘅只係一餐飯咁簡單咩？唔係，佢煮嘅係一個阿媽嘅尊嚴，係佢存在嘅價值，係佢仲能夠照顧人嘅證明。如果佢對腳廢咗，佢做唔到呢啲嘢，佢只可以攤喺床度等仔女嚟探佢，等工人餵佢食飯，等人推佢出去曬太陽，佢嘅存在就會由施予者變成負累，佢角色由照顧者變成被照顧者。呢種轉變係好殘忍，但呢個就係現實。你要保持你作為長輩嘅尊嚴，最基本嘅就係要保持你嘅自理能力。而自理能力嘅基礎喺邊？喺你個對腳度。只要你能夠行得走得，可以自己去廁所，可以自己沖涼，可以自己煮個麵俾自己食，你就仲係一個完整嘅有尊嚴嘅人。講到呢度有句說話想同做仔女嘅講，你哋呢班孝順仔女有冇諗過，每個禮拜買俾你阿爸阿媽嘅嘢，可能係害緊佢哋。你買咩？蛋撻、蛋糕、朱古力。阿媽有三高有糖尿，膝頭痛到變晒形，你買2打蛋撻上嚟，你仲話阿媽辛苦咗成世，而家應該享受下啦。食小薯甜唔會死嘅，幾十歲人咯，開心最緊要。我同你講，你呢啲唔係孝順，你係無知，甚至係害人。我有一次見到個中年女士，佢阿媽有嚴重糖尿病，全身關節炎，膝頭煮到好似個網球咁。但呢位女士每個禮拜翻去探阿媽，就會買2打蛋撻加1盒朱古力。我忍唔住話佢，你阿媽要戒甜嘢㗎，你知唔知？佢答我知啊，但佢食得好開心喎。幾十歲人開心梗要過健康啦。幾年之後，對阿媽糖尿上眼，視力嚴重衰退，差唔多忙咗連去廁所都有人扶。呢個女士喊住同我講，我以為我一直都係令佢開心，原來我一直都係害緊佢。真正嘅孝順係幫你父母守住健康。你真係孝順嘅話，你翻去探佢哋，唔好帶蛋撻、蛋糕、朱古力，你帶鮮鮮淮山、帶合桃、帶黑芝麻粉上去。你同阿媽講，我想你對腳有力，可以行耐啲。我想你第時仲可以同你個孫去公園玩。呢啲先係真正嘅孝順。你哋呢班老人家更加要自己揸定主意。你啲仔女叫你戒口，幫你守住健康，其實係幫緊你守住健康，就係守住自己。你今日食少一隻肥豬肉，食少一件蛋撻，你就係俾自己對腳多一份力，多一年路。我是一位住喺荃灣嘅長輩，73歲，唔係有錢人，住公屋，每個月幾千蚊使費。你知唔知佢有咩故事？佢68歲嗰年被醫生診斷骨質密度極低，骨質疏鬆好嚴重，醫生話隨時會骨折會床單。佢問自己，我想唔想餘生都喺輪椅上面過？我想唔想連自己去廁所都唔得？答案係唔想。於是佢開始執行養護3法，每日1碗哈基馬烏，
根據季節用新鮮淮山煲湯，你食幾粒核桃去買餸嗰陣，專登行遠啲，由荃灣行去大窩口當做運動。海雞麻一根幾十蚊，食成個月；新鮮淮山一條幾蚊，食到2餐。核桃貴少少，但一日幾粒，一根夠食好耐。冇什麼嘢大錢，冇食乜嘢名貴補品，但就係呢啲改變，改寫咗佢嘅晚年。由68歲時被醫生警告隨時會骨折大腸癌，到今年73歲，日日自己去街市，自己煲湯，自己約朋友去飲茶，行得走得，腰骨停止覆診。嗰陣醫生拎住份報告，忍唔住問佢呢幾年做咗啲乜，骨質味道同你同齡嘅人真好遠。佢笑笑口答：冇乜嘢，食黑芝麻糊啫嘛。如果佢都能夠改變，你仲有咩理由唔行動？你可能會話，我都錯咗幾十年，飲食亂晒龍幾十年啦，而家先嚟改，會唔會太遲？你呢個問題證明你仲未明白一個道理，人生本來就係未完成嘅。你以為已經行到終點，其實前面仲有路。你以為已經冇得改變，其實你今日就可以重新開始。就算你而家已經到咗暮年，你仍然可以好似渡河嘅人，就算行到一半好難苦，只要你未放棄，前面就係岸。過後幾十年食錯嘢，唔運動，唔保養，身體搞到腰脊背痛、膝頭痛，乜都嚟。但你仲未到終點，你今日仍然可以改變。你記得你係邊個？你係一個識煲湯嘅人，你嘅湯水係最好嘅養生智慧。青紅蘿蔔豬骨湯、西洋菜陳煎湯，呢啲唔係營養學入面嘅維他命成分，但你屋企傳落嚟嘅湯水比乜嘢保健品都更加能夠滋潤你嘅身體。呢個係一代傳一代嘅養生智慧，而家輪到你嚟繼承，用嚟保護你自己。你今日聽完呢番說話，如果你願意行動，你今日就去街市買黑芝麻，花新鮮淮山買核桃，由今晚開始掰一根黑芝麻粉，沖水蒸一碟新鮮淮山，食幾粒核桃，每日落街行半個鐘頭，唔使多，半個鐘就夠。你試1個月，1個月之後，你感受下你對腳嘅變化。你個好日子要由今日開始。一個人向前行，開頭總會迷失，但只要你堅持，慢慢就會揾到你嘅方向。老人家嘅路就係一條持續保養、持續向前嘅路。你可以行得慢，但你唔可以停。你停低，你就永遠唔會再行得遠。你今日點樣對你對腳，將來你對腳就點樣對你。你對佢好，佢陪你行好遠嘅路，你冷落佢，佢幾年後連行路都唔俾你行。呢個世界好公道，你付出乜嘢就收返乜嘢。你對腳陪咗你6、70年，從來冇贏過你，而家輪到你唔好刻薄佢。